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欢迎来到天天向上未来之城。作为一个科幻出版人，我认为元宇宙是人类无数可能性的未来之一。我想在元宇宙里面做一个维护秩序的一个警察。我可能会给我的职业起名一个叫自由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也不用工作。现在也可以这样啊，我们管那叫街溜子。门外面就是你的元宇宙。姚老师正是这个《三体》幕后非常大的一个推手啊，还是《三体》的第一位读者。读完这部小说，人生都已经没什么再多的意义了。哇，此生无憾。我们是未来低空交通的探索者。跨层级飞行的，1000公里以上续航的，现在已经研发到第5代的飞行汽车。2024年的时候能够投入量产。这么快！我带来了很多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的一些应用。至于助理，大概是在人类医生前3.7%的水平。哇，可以诊断95%的常见病，3秒钟就可以读片来判断新冠肺炎的影像的一个技术。还请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可以啊。不用找祝子杰特别傻的跟我说，呵呵，我可以耶。那你会说湖南话不？不会跟咱说佛啊。我们会将数字的界面跟艺术去进行一个创作，让大家更能看到未来世界的样子。哇，这个实现了所有小朋友的梦想，不止小朋友。通过 AI 的算法，将你的脑电波艺术化。很活跃。你特别喜欢韩歌吗？对，相信我真的是对的，不要害我。脑电波是不会骗人的。完了！今晚天天向上，一起解锁未来世界。哎，韩哥，怎么样？哇，这个太刺激了！未来世界有可能我们就是这样。哇，大家以后都是这样上班，真的太开心了。但是起飞一次，有可能人要躲得很远。是周围的人可能要躲得很远。对。但是特别的帅，特别的酷啊！那走，我们赶紧去现场吧。好的。我们不会掉下去吧？掉到一片宇宙之中。欢迎汪涵、张延齐来到天天向上首个集合超高科技和宇宙未来感的沉浸式空间——未来之城。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接下来，请欣赏未来之城激光大秀。谢谢他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激光大秀啊！我觉得其实可以把这个大字给去掉，有可能你们的对你们的肩膀更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表演。对，太可爱了啊！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由长康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
原味原香，绿色长康，欢迎各位。今天呢，新老朋友来到未来之城，我们欢聚一堂啊，共同聊一点有关未来的话题。最近呢，有一个概念啊，这个非常的流行，元宇宙。元宇宙频频上热搜啊。没错，就是据数据统计，元宇宙这个词最近在9月份迎来了这个爆炸式的增长的搜索。对，它其实在近30天的热度是上升了466%。就一直在这个热搜的第1话题榜上。现在这个医院里面呢，好多姓袁的爸爸生了小孩以后，孩子都叫元宇宙，都叫元宇宙啊，都叫元宇宙。那他也可以是吧？我是原来的宇宙，原来的宇宙。不过元宇宙的未来啊，好多网友都持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这个认知。你看我现在，我就对元宇宙我就非常的陌生，对，我就不知道元宇宙它到底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我们今天就来一次非常客观的、理性的探讨一下元宇宙。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了姚海军老师和叶玉瑞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我们掌声有请2位。大家好，我是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姚海军。作为一个科幻出版人，我认为元宇宙是人类无数可能性的未来之一，但我更喜欢星辰大海。大家好，我是元宇宙产业联合会联席秘书长叶玉瑞。我理解的元宇宙呢，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我们期待未来的元宇宙是一个秩序井然、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元宇宙。看来2位对元宇宙的看法呢，从这个表述上来讲，好像不大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这个姚老师来给我们进行我们今天的开题演讲：元宇宙是什么？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天天向上。在来之前，节目组就跟我说，希望我能来聊一聊元宇宙。今年元宇宙的确是个热词，如果你还不了解元宇宙，感觉就像落伍了一样。可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元宇宙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你和朋友聊起元宇宙，就会发现大家心中的元宇宙都不太一样。我想问问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你们心目当中的元宇宙是什么样子？元宇宙，我个人觉得就是圆圆的宇宙。我觉得元宇宙就是我们台的那个小样，应该就是元宇宙的概念。老师，我觉得可能元宇宙就是类似于 Windows 系统下一代的终端的一个载体的一个系统。我觉得元宇宙就是一个虚拟想象出来的世界。用韩哥可以理解的话说，就是比如冬天到了，我觉得天气还可以，没有那么冷，但是你妈觉得你该穿秋裤了。对，在她的那个世界里面，那就是她的元宇宙，她觉得那是一个需要穿秋裤的宇宙。我觉得元宇宙可能就是一个满足人类想象的一个地方。我还是没有听懂，我个人的理解有可能元宇宙就是庄周梦蝶没了。非常哲学的一个答案。你看，不同的人心目当中的元宇宙果然就不一样。我不想否定任何一种元宇宙，但是在我看来，聊元宇宙需要先从科幻说起。1992年，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在他的科幻代表作《雪崩》当中描绘了一种未来的生活状态。我们可以同时生活在现实和虚拟2种世界。作家尼尔把那个炫酷的虚拟世界称之为 Metaverse，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元宇宙。元宇宙的本质是虚拟世界。你们看过《头号玩家》吧？那种拥有第二人生的体验就是元宇宙。在元宇宙，你可以拥有一个全新的身份，结识新的朋友，享受超越物理规律的自由。你还可以谈一场比现实世界更为梦幻的恋爱，自由地调整自己的体貌，定制浪漫的约会场景，想去巴黎就去巴黎，想在长沙就在长沙。但要注意一点，这一切都需要你戴着 VR 眼镜，所以你还要考虑续航问题。
这告诉我们，充电宝非常重要。可能有人会问，这些技术真的可能达成吗？我想用英国著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一句名言作为回答：如果一个科学家说某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这件事情很可能就会发生。作为一个科幻出版人，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元宇宙是一种可能的未来，但它真的是我们人类终极的未来吗？相较于元宇宙，科幻作家们更喜欢真实的宇宙。很多科幻作品都在想象人类探索星际，征服宇宙。可能有一天我们会乘坐宇宙飞船，穿梭于银河系的星港之间，而这也是一种可能的未来。我承认，元宇宙能够满足我们很多的欲望，甚至放大我们的欲望。但是，当我们想要探求真理、实现价值的时候，我们依然会选择去浩瀚、冷峻的真实宇宙。我乐见元宇宙的未来，但我不相信人类会被虚拟世界困住。我们最终的征途，必是星辰与大海。所有的科幻作家其实都是在科学的平台上插上了他们想象的翅膀，不断的去尝试、去突破人类因为自己认知而达成的所谓的这个楚门的世界。所以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迷人的东西。谢谢这个姚老师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幽默的这样的一个演讲。姚老师是科幻圈里面的资深的编辑啊，他所负责的这个科幻世界的杂志呢，创立于1979年，被誉为中国科幻文学作家的摇篮。我小时候在报刊亭就看到过，因为其实我觉得小男生就很容易被这种科幻题材的内容吸引，特别是那种封面特别炫酷，对吧？我最开始买它是因为它的封面上画了一个飞船，我说哇这本书很有意思，一定要买回去。这对于小时候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启蒙的作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才发现哦，原来科幻小说不只是在天马行空，它可能也真的可以照进到我们的现实世界里来。我们中国首部这个雨果奖的得奖作品《三体》呢，最早就是在科幻世界上连载。姚老师正是这个《三体》幕后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推手，被刘慈欣誉为中国的坎贝尔。您还是《三体》的第一位读者，当然您读到以后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最早是99年，他开始给科幻世界投稿，投到编辑部之后，编辑们拿着刘慈欣的小说，非常兴奋地传阅。说发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年轻的作者，他的写法跟其他的科幻作家很不一样，当时是非常震撼的，就感觉这个就是像1000亿个太阳同时爆发。哇！读完这部小说，觉得人生都已经没什么再多的意义了，此生无憾。刘慈欣的创作，他把很多的科幻的这个创意都浓缩到一个作品当中了。用这种密集轰炸的这种方法，让我们感受到那种科幻的强大的冲击力。很少有作家能达到这一点。00年的时候，科幻世界开笔会，我们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刘慈欣。第一次见面呢，他话不多，不太善于言谈。后来我们每一年科幻世界开笔会都会见到刘慈欣，慢慢的就更熟悉了。我们也知道科幻作品里面很多的科学技术其实是作者自己幻想想象出来的，那这些技术是到现实世界中有真实实现的技术吗？这个很多了。刚才说到《三体》，让我想起一个很让我感动的故事。重庆出版社有一个编辑呢，非常喜爱《三体》，但后来很不幸呢，他就身染重病，现在的医疗手段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跟女儿说我就想把自己冷冻起来。因为《三体》有这样的描写，说一个科学家把自己的大脑冷冻起来，发送到宇宙当中去，就想着这个未来说不上技术发达之后，然后再能复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科幻小说跟现实产生了某种关联。对。后来呢，有一个年轻的科幻作家还写了一个续篇，就是50年后这个大脑被复活了，
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比自己年龄还长的一个女儿。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一些神奇的一个故事，所以这种现实世界里面发生的事儿，又再次被回到小说里面，对，当成了一个创作的动机。当然，这还有很多的例子。我们今天在现场，就有一个飞行汽车。哇！80年的时候，我读到一个科幻小说，是上海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幻作家，叫叶永烈。他当年写过一本叫做《小灵通漫游未来》，就有那个飞行车。当时我觉得这个事儿太神奇了。对。那今天没想到，你看就变成现实了。没错。所以您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期许，还是觉得我们更应该去探索和向往星辰大海？为什么？这是文明发展的2个方向。一种呢是能源节约型的，向我们的内部发掘潜力。比如我们终极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比现实更理想的虚拟世界，然后我们全都成为那个世界的数字居民，这是一个终极的想象啊。那另一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地球呢可能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摇篮，我们不能永远生活在这个摇篮里。因为宇宙就在那儿，那我觉得这个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去探索。姚老师对未来的向往是探索这个宇宙和世界。我们不知道作为元宇宙这个产业委员会的叶老师作何感想啊？我们有请叶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叶老师。元宇宙啊，我觉得其实就是相当于很多人的共同的一个想象的一个体。比如说，它可能是对未来社会，或者是对这个数字新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在中国，就有人在30多年前呢提出了自己的想象。这个人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2弹1星功勋获得者钱学森。那么钱老呢，他实际上在1990年对于这个 VR， 当时在讨论如何去翻译。第一个解释呢，就是叫做人为景境。第二个讨论翻译方法呢，就是取了一个叫灵境。钱老呢，他是对这个灵境呢，特别的喜欢，因为他觉得这有浓浓的这个中国味，相当于是你在心灵当中所构造的一个虚境，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提出的境随心转，是吧？对，心由境造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跟灵有关，它有禅意在里面。是的，灵境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相当于是元宇宙的一个初级版。他还提了另外一个词儿，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叫做元宇宙的一个终极版。这个词叫做大乘智慧。在这个钱老的这个构想里面呢，大乘智慧呢，它实际上是要把古今中外这些人类大脑的这些智慧都集结起来，它实际上是一个超复杂的一个巨型体啊。那么这个巨型体里面呢，它其实会包含很多子系统。钱老的这个构想呢，实际上跟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探讨这个元宇宙的有一些共识的部分，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元宇宙呢，它不是一个元宇宙，它可能是很多个元宇宙，可能是由不同的个体或者不同的组织创建的元宇宙。就是人人都可以建造一个自己的宇宙，就你的宇宙就你自己在那生存，你想让你的女朋友进来，就到你的宇宙里去。我们现在会有这样的关于元宇宙的产业委员会的，那它具体是做什么的？元宇宙产业委员会呢，实际上是在今年的10月15号获批。好新那才刚刚啊！对。然后呢，它是那个全国首家的跟元宇宙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协会组织。它的这个目标呢，就是促进整个中国元宇宙的生态可持续性的发展。就现在有可能它会被商业包装利用。对，所以就是咱们这个委员会有可能就是要规范它，规范是吧？在这个东西突然间长大的时候，我们不允许它做一个野蛮生长，而是希望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序。对，我们也发现就是有一些这个乱象出来，有一些呢利用这个信息差，去开展各种各样的这种收费比较昂贵的培训，
啊。那么这些呢，我们都觉得确实是需要去做一些约束。收费培训是培训元宇宙，你就像我对元宇宙我都看到过，不懂，然后就什么都不懂，然后我想去了解。对，这边说开个班，就有那种链接，到月了，交几千块钱就教你。那他自己都不懂，他怎么教人家呢？就是因为他都不懂嘛，所以他就随便说。那他上课讲什么？我也更不懂嘛，对啊，是吧？他就讲一些我听不懂的词儿，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对，讲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对。老师，我想问，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元宇宙就引发大家这么热烈的讨论呢？首先，元宇宙呢，它其实是我们叫的第3代互联网。元宇宙出现了以后呢，有一些方式方法，使得我们这些人能够以更低成本、更便捷的方式，去享受更丰富的人生的体验。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企业家，他可以去做攀登珠穆朗玛峰啊，或者他很高兴的时候呢，就乘一辆飞机去巴黎去喂鸽子，这样的一个消费行动不是每个人都能支付得起的，或者说有些更高层的这样的一些这种需求的体验啊，可能是大部分的人是没办法去享受的。有了元宇宙以后呢，我认为呢，它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去更低成本的去体验更丰富的这种需求。现在的元宇宙在这个网上的热度很高，然后很多网友也非常好奇，就是说咱们这个元宇宙它现在是属于昙花一现，还是说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啊？我希望不是昙花一现。对。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它长远的目标是一场长跑，那需要我们很多的这个定性。短期来讲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情。一个是局部的技术突破，二一个它可能会打开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刚才整个舞台上充满着一个词，就是想象。想象，我们甚至在不断的推演各种可能性啊，就感觉这种大脑的激荡、脑洞大开，就特别的过瘾啊。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来了几组年轻的嘉宾啊，他们带着对元宇宙的理解和在各自领域当中已经实现的未来科技来进行一些展示，来震撼我们的眼球。我们有请。大家好，我是张淑玉。我们致力于将文化科技融合，打造最具可视化效果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元宇宙需要打通线上和线下的次元壁，那么沉浸式一定是它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基础体验。我是杜兰，我一直从事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其实任何技术呢，它都是来自于真实世界，并且为真实的需求所服务的。所以未来比人类更强大的不是各种新技术，而是掌握了新技术的新人类。我是低空出行探索者赵德利。我想我们的团队通过努力，能够把元宇宙里面的飞行汽车变成现实。我们稍微等一下，我们先跟这个舒玉先聊，两位稍微休息一下。来，有请。这个刚才您说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啊，就是它到底沉浸到一个什么程度？多沉浸的？叫做这个沉浸，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对，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沉浸的感受，包括可视化的一些交互技术，其实就是刚才有几位老师提到的 VR、AR、XR、MR。等等这些，通过软件和硬件相结合，带领大家更多的。我们这边的4位兄弟和我一起。老师，您的口这个好。AR 是 VR、AR、XR、MR。对，大家都已经。老师，要不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VR、AR、MR。MR、XR 的。对，是什么？就是刚才有老师提到的 VR， 其实戴上眼镜，对，这个应该大家很多人是知道的。然后 AR 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以前大家看到的平板或者是手机，对照一个真实的物体，它会有一些虚拟的信息悬浮在上面。就是它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去有叠加一些信息，然后让你通过这个信息可能更加了解这个实物。就是你扫一双鞋，它的价格就弹出来了。这个就是这样选鞋就嘎哦，好吧，
然后 XR 其实更多的是跟我们比如说现实的这个屏幕，它有那种3面屏，现在很多见的就是2个背板再加一个地面屏，然后它给你呈现一些虚拟的环境。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感觉我们在舞台上走，但是很像是在丛林中啊之类的。它 X 其实是无限的意思。无限很多电视剧会用这种方式去帮助演员更好的去进入到那个空间。对。现在就有这种 LED 拍摄。对，然后还有像 MR， 其实它就是一个融合 ，mix 的意思。刚才说到的，其实我们会将这些交互的艺术，包括前期的设计、施工布展、多媒体等等这些结合。多媒体，终于出现我一个了解的词。对，多媒体后面就是沉浸式。那它应该是通过所谓的这个什么硬件啊、软件啊，对它相结合，打造出来的一些展项，让大家更能看到未来世界的样子。现在参与了大概多少这样的？我们全国现在有1300多个这种展示馆。迪拜世博会的中国馆是我们的作品。长沙规划展示馆其实是我们做过所有的省会的这个城市的馆中最具人气的。然后还有像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馆里面最具体验感的那个动感影院，其实也是我们做到的，然后也是一个5D 影院。但是其实更多的还是这个展馆的这个空间的设计者去运用这些技术，达到某种场景。对，将内容融合，包括设计出你有可能会产生的那种体验，就是你的体验是他设计出来的。像一个圈套，对，它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很好，它就是一个圈套，是不是？对，就是把内容揉在了你可以理解的交互的设计里面去。然后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做到7D 了，我想问问小兄弟，知不知道7D 是什么？3D 知道，4D 是喷水嘛？我知道，喷水嘛，打气、刮风嘛。5D 我知道嘛，就是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和感知嘛。对，就是60嘛，我们刚才讲的。对，7D 还得再来一个什么？其实是声、光、影、水、雾、烟，还有一个交互。交互是有一个人在里跟你互动。就是你可以隔空，比如说触碰之类的，但是这个影片可以跟随你的交互的这个触碰，然后换转不同的剧情啊之类的。你去控制这个，对，你去主导这个电影啊。是。哇，这个还蛮有趣的。对，你很想去体验一下啊。我了解前段时间啊，数据他们团队在广州就搞了一个这个元宇宙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展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对，我们是做了一个元宇宙的实验室，通过一种答题和提问的方式做了一款游戏，然后让大家去体验元宇宙这个概念。其中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7、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可能测试完以后是一个未来规划师，然后他就很意味深长地问了一下我们工作人员，那在未来元宇宙的世界里面，还真的需要规划师吗？就很引人。我们来遐想一下啊，如果进入到元宇宙里面，你们几位会想做什么职业？哇，这从来没想过。我先说我吧，因为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警察嘛。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这样保护大家的这样一个人一个角色存在，我觉得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元宇宙都需要。其实我也差不多，因为男孩子小时候都会有那种英雄梦，就是我想当一个那种会飞的人，然后每天在城市里面就到处看哪里发现了问题，我就飞到哪里去。其实我也想在里面当警察。我本来想说警察。你们几个人如果都当警察的话，就成立一个元宇宙派出所吧。会不会有那种梦想的策划师？我觉得他们如果真的到了元宇宙那种层次，大家的梦想可能就会有所限制。那我来帮大家想，造梦家，对，造梦，然后帮他们去实现，有什么更好的？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职业？还挺有意思的。挺好的，挺酷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因为刚才老师也说了嘛，其实可能自己就成为自己元宇宙的一个造物主。我可能会给我的职业起名一个叫自由人。自由人是归这个派出所管的，是归这个元宇宙派出所管的。所以这个自由人是做什么的？其实就是他没有具体的职业，就是非常潇洒，非常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也不用工作。你现在也可以这样啊？
你现在也可以啊，我们管那叫街溜子。门外面就是你的元宇宙，徐克就是你的元宇宙，袁若航的宇宙，去吧。好的。哎，那韩哥，你有想过吗？如果在元宇宙里边，元宇宙是个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如果说就是一个什么职业的话啊，我跟我的儿子就是曾经2个人说我们要创作一个人物，是专门帮助小孩子的，叫做噩梦去除者。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他们看一些动画片，他有时候会梦见那种怪兽啊什么的，睡不着了。对，我就希望就是有一个仪器，只要一看我就知道世界各地有一个小朋友正在做噩梦。对他睡不着，对他睡不着，然后我就唰一下就到他身边，到他梦里面，把他那个噩梦里的东西拔除，全部都拔除，让他们的噩梦瞬间就变成一个美梦，然后睡得特别的好。是很需要，非常需要这个，听起来也像个情场，是吧？还是属于元宇宙派出所，是属于元宇宙派出所的，还是派出所的，还是派出所的啊。属于你自己呢？在未来的元宇宙，天天小兄弟啊，包括我们的韩哥，可能有一个虚拟的形象。哇！如果未来有元宇宙的话，那我想成立一家元宇宙经纪公司。这要经过叶老师他们这个专业产业委员会的同意。来规划和审批一下，没错没错。叶老师，如果说元宇宙，你来选择一个角色，要不要到我们派出所来当个警察？当个警察。好。姚老师，如果是您的话，进入到元宇宙，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我想当一名医生。医生。我觉得可能频繁的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转换，可能还会有一些心理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新的这个元宇宙的居民。我们今天带过来了，就是元宇宙实验室的这一款游戏啊，真的。对，说到玩游戏，你们上，激动啊！对，之前大家可以在钢铁侠等等那个看到在玻璃上面有一些成像，对，但这些其实都是后期合成的。但是我们今天完全在这个透明的玻璃上面去做了一个交互的，这个上面没有投影的哦，是真的是透明的。那我们其实做的就是将软件和答题，还有包括这个推算的 AI 的算法结合到了这个硬件里面去。这个怎么玩？要注册角色吗？点击开始，对。然后设计您的未来。这是游戏吗？这不是考试吗？这不是考试。设计你的形象，真的像那个游戏的开局。你是什么形态？流体还是动植物？流体有点吓人吧？流体，那就选流体。你是一个流体形态的人，自己选啊，自己选。以什么虚拟世界为主吧？山中夺笋是什么？夺笋，在未来梦境时空，你更可能在，那就夺笋，夺笋呐！山中夺笋，你更相于在未来可以看一下齐哥的演唱会，那就看演唱会吧。如果您能瞬移，您更倾向去，他最后会给出一个答案。对，然后会分析就是你病到什么程度，要找姚医生看。多严重？对，黑洞边缘吧。对哦。最后生成出来了你平行宇宙。你未来职业的关键词：金牌律师、宇航员。你的未来之城特质是内心坚韧、包容世界。你就这么一个人。那我们都要试一下吗？都试一下吧。每个人可以答不一样的。哇，韩哥想当植物啊！韩哥是植物啊，就只有我选了人类吗？海底捞月，对，这个很快嘛。云游世界。银河系外。哦，侦探，你看，果然是派出所的。哇，今天穿的就特别像侦探，有没有？柱子，你搞完了没有？柱子？搞完了，搞完了，搞完了，搞完了啊！你还在玩啊？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哦，很准啊，韩哥。我未来的职业是演说家、书法家，对，有才、有品、有气质。言其是侦探，金融分析师，迷人的正派角色。哎呀，袁若航是学者。哦呦，这是一个很古早的这么一个职业啊。对，很花心啊，不，什么？心中有花，向阳而开。不是，心中有花啊，心中有花，向然而开。你看，跟你刚才想象的是很像，自由。对，向往，对不对？朱子杰，
不是地摊，我这老花了啊！游戏开发师、新闻记者，生命不息，元气不止，非常非常少年的这么一个人啊。盛恒也是疗愈师、社会学家，活力无限，欢乐无限。好像我们没有相同的呀。哦，对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啊。没错，是的，是的，是的。树玉呢，其实也带来很多展览当中运用的最有意思的这种高科技啊，比如说开场秀当中的你们几个人跳舞之后被毁掉的那个极光大秀。对对对，没有你们，我们可以看更好的看那个极光大秀。对，刚才我们的那个开场舞的激光的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最近刚刚为了天天向上申请下来的一个专利系统。哦呦，谢谢。对，今天还带来了我们整个为天天向上打造的一个元宇宙的实验室的空间，也希望我们接下来可以体验到更多有趣有意思的展项。行，那我们就依次走过这条星光大道，看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对，是吧？那就树玉你先走。好好好啊。好。哎，我们先看一下是不是有圈套，打开就掉下去了。哦，有力感呢。哦，哎呀，每一步都有圈圈呢，就像溅起了涟漪一样，好像走在水上一样。好，那你试一下看。我试一下。哇！这是跳房子是吧？哇，燕琪你也有这样的爱好啊？哦，真的是根据脚步，不是设定好的。它这个颜色还有变化哦。来来来，走吧走吧。小孩子就喜欢玩水啊，老想回头看一看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一个涟漪的感觉。对，包括这个后面，大家也可以交互的。对，哇，这个也可以玩。哇！好了，对，看韩哥这边已经有一个星球在产生了。哇，这个实现了所有小朋友的梦想。3、2、1，哇！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宇宙盒子的空间。你看，小朋友肯定会好喜欢，不止小朋友，是吧？啊，吴泽林当真了，你看他那个表情，他好沉浸呐。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哦，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空气瓶。兄弟们，看空气瓶了，不要再沉浸在。好嘞，好嘞。来。我们其实以前大家看到的这个屏幕，可能空气的成像都是合成的嘛。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特地做了一个天天向上和湖南卫视的这个 logo。哎，你们来试一下，你们来试一下。哦，看，可以的。哎，可以。就在你手上转。哇，真的可以。但只能在这个地方看到。对，真的，从别的角度看，它对着空气在指指点点。哦。这个技术其实，在疫情的时候，就是应用到了电梯的按键啊等等。哦，哇，真的好神奇！哎，而且它这个捕捉能力很强，它会根据你这个摆动的这个幅度去变化。哦，哇，转了。哦。这很像那个电影里面那些弹出来一个东西，然后转移到那儿。对，我们可以走到中间的这个位置。接下来这个也很酷。我们接下来会带来一个通过 AI 的算法和这个脑机的一个界面去生成的一个脑电波的艺术作品。啊？对，要不我们让那个泽林可以体验一下。对，泽林早就想看看你的脑电波了。到底有什么问题？不是吧？这能测出我的毛病？勒不住，是不是有点小啊，老师？因为要深度感知你的脑电波。这个眉毛勒，给你掉没了。吴泽林，我念段咒语，你敢头不疼吗？师傅，来准备啊！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它的脑电波呈现在我们大屏幕上。哦，这个就是可视化。可视化，对。吴泽林，你给我想一点正经的东西啊。哇！哦，这是他的脑电波。对，这是他的脑电波。哇，这是我的脑电波吗？怎么像个蚕呢？每个人的确实也都长得不太一样。哦。
变了呀，变了，有点在颤抖。你刚才想到什么了？我现在在想韩哥，所以你想我就发抖了吗？有那么害怕吗？没有。对，它其实跟这个思维的跳跃度也相关。哦，通过这种数字的界面去跟艺术去进行一个创作，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还有谁想试试？我来，韩哥我来。又一个徒弟戴上了紧箍咒一样。老师，这个是不是和测谎仪有点像？有一点，就是你的情绪和思维。好，那我们要开始向您提问了。哦，现在你的初始颜色是蓝色。它只有上半部分刚刚有颜色。哎，对，它有在。哦呦，你这个脑电波好吓人呐，感觉很活跃。请问你觉得你是我们这里面最帅的男生吗？不是。有变化，淡了，有点心虚。你特别喜欢韩哥吗？对还是不对啊？这个答案还有第二种回答方式吗？对，对，真的是对的，这相信我，真的是对的，不要害我。脑电波是不会骗人的。完了，申亨啊，我非常喜欢韩哥。你看，大脑出现了异样的波纹。对，爱的波纹。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这种是。还有一种眼动仪，眼动仪。我们可以到舞台这边体验一下我们的眼动仪。你可以站到我们这个触控点的位置，然后眼睛就盯住这个圆球，然后你可以上下左右的去移动一下。我都选到我自己了。那你就是第一眼就看到自己了。对。哦，这个它捕捉的很迅速。对，盯住这个圆球，然后它就会捕捉到你的眼神。有往右上角什么之类的。对，它在移动。你的眼睛好敏锐。做一个对眼。你对眼肯定对眼他找不到你了。你对眼怎么就看到我了呢？你其实以前我们会用鼠标和键盘去控制我们的指令，然后后来可能最简单的就直接去触摸我们的手机的这个按键。现在我们可以用眼神力去控制。我觉得真的非常方便，因为我是学设计的嘛，然后我那个作业会做一些那种家装图，如果可以把这些效果图全部都结合在一起，然后只通过眼睛来看的话，就会感觉自己在那个家里面一样，对，而不是看那种一张一张的效果图那种沉浸感。对，而且我觉得它的教育意义也挺大的，就比如像一些云教学，有时候就是你无法理解老师在说什么，比如他说，哎，这个地方其实构图不错。你说，哎，哪个地方啊？老师就要拿什么笔去画去指。但是如果有眼动仪捕捉，其实老师看到哪里，你就知道老师在讲哪个地方。对。而且这个眼动仪其实还可以，我们现在是看到屏幕嘛？那比如说我们戴 VR 眼镜，它能直接的从 VR 眼镜的这个镜框里去捕捉你的视觉。镜框也没问题。对，就包括你去看这个整屋的时候，你的眼睛可以去捕捉这个答案。哇，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听说今天好像给我们打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奇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对，一个元宇宙的空间。然后刚才我们其实也通过答题，每个人生成了自己的星球。那我们今天也把这个星球的答案放在了我们背后的这个大屏幕上，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的星球，把它送入我们元宇宙的星辰大海。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这个。找到了这个。韩哥在这边。韩哥在这边。哇，我的宇宙怎么像我小时候打的那个弹子啊？有点像弹珠。对，韩哥，你的那个是2条命的那种。对他那个要2块钱，我们这个1块钱。是吗？对，花色颜色比较厉害，对吧？对，那种颜色比较稀有，开不出来。其实那个柱子那个也很鲜艳的啊。对，我这个像一个西瓜，大西瓜，柱子很鲜艳的，这颜色也还蛮有趣的。对，我们接下来可以将它投入到我们的元宇宙的星辰大海，就像交互戏一样，我们可以往上推或者是甩。对，哎呦，韩哥直接弹飞了。可以往上推或者是甩。我都飞掉了。对，飞到了这个元宇宙的星系当中。这是我的西瓜吗？这是我的西瓜吗？你还能把它还可以选出来？选出来了，这个就是会放大在我们的面前。你好像很会用这个设备，感觉。再走。好厉害！我熟练的运用了。就决定是你了，陈胜亨。哎，对，可以放大。好厉害，感觉。短短5秒钟学会怎么使用了。投入了。
哎，我们听说还有相关的艺术家会因为这个来做一些创作。对对对，我们今天也有一些新媒体的这种艺术家和艺术作品，那我们可以有请出来新媒体艺术家刘佳玉老师。我们有请刘佳玉老师，有请，欢迎。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佳玉。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作品。因为我一直是从事新媒体艺术的创作，然后新媒体艺术的创作呢，它主要是依据当下的技术作为媒介，然后从而呈现的沉浸式的空间啊，或者是艺术作品。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桂林山水甲天下。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水流去感受这个水流背后的那座山。高山流水。所以当时我就用无人机来扫描了一座桂林的山。桂林在几亿年前是在海底的。然后通过几亿年宇宙的这个流转和运转，然后所有的山都可以破水而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体会到了现实宇宙的力量。因为一直从事新媒体艺术的创作，所以对虚拟世界是一直在探索。然后我就想说，可以把元宇宙当中的一些景象和场域，可以把它重新反馈到我们的现实世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山，就是在几亿年前在水底的样子。所以我会觉得新媒体艺术作品，它就像是每一个艺术创作者通往元宇宙的一个端口。我们通过这个端口来输送我们对元宇宙的一个畅想。很棒啊，很棒，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的一件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这个佳玉给我们带来这么新奇特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啊！谢谢你。我们当然也非常希望所有年轻的这些艺术家能够更好的运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啊，然后跟艺术做更好的结合，让更多的年轻人因为您的创作而喜爱上。谢谢您，谢谢。其实今年9月呢，在第13届中国国际航天博览会和11月份的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呢，有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从科幻片当中飞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飞行汽车，闯进了大家的视野啊！接下来我们就和飞行汽车的探索者赵德利来一起聊一聊。欢迎德利兄啊！德利兄现在是目前成立了亚洲规模最大的飞行汽车公司啊，怎么会想着要造一个会飞的汽车？这个还是源自于小时候的梦想。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看黑猫警长，骑着那个飞行摩托特别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那我就跟你不是个年代的了。你看黑猫警长，我是看小灵通这个漫游未来里面看到的这个后来长大之后，我们又看那个第5元素，我们看到有飞行汽车很多的场景。看到这个场景之后呢，就激活了我对于飞行汽车的这个热爱和想象。你有没有想象未来弄得跟钢铁侠一样的，干脆直接就，直接自己就飞掉了？这个非常好啊，就是我们公司也有在这个方面有研究。我们是未来低空交通的探索者，那我们探索的方向肯定除了普通的飞行汽车的这种形态，可能我们还在探索城际、跨城际飞行的1000公里以上续航的，然后可穿戴式的飞行器，或者是飞行摩托，这都是我们在探索的一些方向。我们看一下，这设计非常非常漂亮，真的像科幻片里的那种飞行器一样啊！我们从飞行摩托开始，现在已经研发到我们的第5代的飞行汽车，它不光能够在天上飞，还能够在路上跑。这个发明啊，也是获得了红点奖和这个 IF 奖啊。红点奖和 IF 是工业设计的最高奖，都是德国的，所以得到了国际的认可。而单兵飞行冠军呢，是对我们在技术领域的一个认可。德利兄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研发这个项目？从2013年真正开始研发载人飞行器，前面2、3年都是做基础研发，比如说飞行控制啊、自动驾驶啊，然后动力啊，研究了2、3年，看不到什么成绩。到了2016年开始，我才真正的系统的去研究载人飞行。从2016年到2018年，第1代飞行摩托的雏形就出来了。哇，就感觉是那个哈利波特骑了个扫帚一样。对，哇，整整2年多的时间，测试飞行了1500多个架次。光摔机就摔了50多次，最终在2018年载人首飞成功了，特别的开心。
飞翔啊，永远是人类最大的一个梦想。真的，当你坐在飞机上看到旁边的鸟儿能够自由的转弯，你总觉得人类的飞行技术是跟他们没有办法比较的。但是你如果真的有一个属于你个人的一个飞行器的话，它是会让你有一种你无法想象的体验啊。就是你们想象过没有未来这个飞行汽车的一个场景，大概是一个什么？堵车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想过，就是前面很堵，你说师傅有没有那个按键一按，你嘟嘟嘟嘟嘟嘟就起来，呜就飞走了。每个人都这么想，然后在天上又堵起来了，这真的，那就叫天堵了。但是如果在天上不会打架吗？在天上？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都已经到人工智能了。飞行汽车它就是一个飞行的机器人，它会有全向的感知和避障，还有 ADS-B 有相互的通信，所以我们在天上飞的时候，你飞的线路，你要飞到哪里，他们是相互知道的。比如说，现在检测到对方有飞行汽车飞过来，我这边它就会爬升或者是绕开。那这样的飞行汽车，那我们如果有幸能拥有一台，它是需要汽车的驾照？还是飞机的驾照，还是都要有呢？首先，它是一辆汽车，它需要有汽车的驾照和行驶证，对吧？那在天上飞，如果是说纯自动驾驶，它是不需要这个驾驶证的。那如果你需要手动操控，感受那种操控的乐趣，这个时候它是需要考一个飞行执照的。就都要有。对。那我想问一下，我们湖南现在允不允许这样的飞行器低空飞行呢？我是土生土长的常德人，非常的荣幸啊！作为一个湖南人，我们湖南又是全中国低空改革的试点省。现在全中国有5个省份低空改革，那湖南是第一批全域开放低空的全域。对，所以在未来的几年，可能在我们的长沙的上空就会看到飞行汽车的身影。那又给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丝浪漫。这就跟我小时候写的那个想象力作文一样。我小时候写作文就是车可以飞，不用担心堵车，然后也不用担心撞到楼什么的。在堵车的时候，肯定会有人想过，我要是能飞起来超过这些人，我早到家了，我早已经睡着了。那像老师，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元宇宙，其实它还是要回到现实，要去辅助现实。那您觉得这个飞行汽车对于您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对元宇宙的幻想？是的，我们公司在把元宇宙里面关于飞行和低空出行交通的这一块的飞行器，把它从元宇宙里面把它拉回到现实里面，把它实现它，这就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德力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是第几代了？这款飞行汽车呢是我们的第5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很流线的一个设计，它的风阻系数是0.2，整个飞行汽车的重量才560公斤。这是碳纤维的吧？全碳纤维的。全碳。哇！而且它的最大起飞重量是760公斤，就可以载2个100公斤的人飞行30公里。30公里，我们能够从长沙的 CBD 飞到长沙的郊区，然后补完电又能够飞回来，所以它能够解决一个城市未来通勤的一个问题。那很多人都会关心我们这个产品的安全性。那我们这个它有8个螺旋桨，8个螺旋桨就是分布式的动力，实际上4个螺旋桨就能够垂直起降。那万一空中有1、2个螺旋桨停了，它还能够迫降。而且我们的飞控计算机都有3个备份，一个宕机了没问题，它还是能够切换到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给它加了整机降落伞。那很厉害。它的速度呢？它最快的飞行速度是130公里时速，130公里，在天上直线距离，所以它就是能够为我们节省时间。这是我们的第5代产品。实际上我们2020年的时候，我们发布的第4代飞行汽车就是今天韩哥，我们去试乘了一下。第4代飞行汽车到目前为止已经测试飞行了1万个架次左右。现在这个飞行汽车还没有量产，我们希望是在2024年的时候能够投入量产，最终能够飞到千家万户。2024年，2024的很快了，那敢想又不敢想的感觉。所以我们在100年前啊，大家都在开马车的时候，也不敢想象今天的汽车能够颠覆马车。所以我们
把汽车插上翅膀之后，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它就真正能够实现全民飞行。3位嘉宾老师有没有想过自己哪一天开着车到自己公司去上班？姚老师，飞行确实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我还真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不敢想象。不敢想象。舒玉很飒呀，女孩子开着这车在天上飞着，跟仙女似的。对，我刚看这个车，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在天上低空飞行时候，可能还会有类似于高空飞行、中空飞行，那这个其实就会给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增加很多的赛道。就是它是一种立体交通了，真正意义上的空中的，而且是属于个人的，是吧？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很多的朋友可能会经常会把元宇宙看成是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向这个虚拟世界的投射。邵老师这个例子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就让我们看到了呢，从科幻世界里面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想象，然后最终呢，其实是把这个虚拟世界反而投射到了现实世界。对，这才是元宇宙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交互嘛，相互。刚才这个德力兄还说过有一个就是跨城际的，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我们最终还是要致力于能够节省能源、减少资源浪费。现在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高铁，它都是有大量的基建。如果是说我们的跨城际的飞行器能够飞1000公里，那我们可以减少很多基建投入。我当时想了一个就是停车场的问题，充电的地方也得普及吧。对，我看到那去没有电，我又回不来了，是吧？它还有很多问题。对的，这些问题呢，我们都提前都会思考。比如说，我们可以借用现有汽车的超充桩，我们停到哪里，它直接可以用超充桩给它充电。而且我们现在的第5代飞行汽车就已经用到了现在汽车的超充桩。就用汽车的就行了。啊，你看，其实我们想的所有的问题，被想到了。人家在做的时候肯定都在想嘛，而且也在不断的去探寻它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美好的未来的呈现状态以及解决方案就交到他的手上，我们保留我们的发际线，他送给我们美妙的天际线。谢谢。当然，我们要实现理想当中的这个元宇宙的技术啊，我们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技术之一。我们接下来就有请人工智能专家啊，我的好朋友杜兰博士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请兰兰。欢迎。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我带来了很多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的一些应用，智医助理大概是在人类医生前3.7%的水平，哇，可以诊断95%的常见病，3秒钟就可以读片来判断新冠肺炎的影像的一个技术。这个医生他说，我觉得我判的更对，那怎么办呢？关机。还请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可以。不用找祝子杰特别傻的跟我说，呵呵，我可以耶。那你会说湖南话不？不会，干杂说佛啊。会，干杂说佛。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原味原香绿色长康，长康纯芝麻油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我们接下来就有请人工智能专家啊，我的好朋友杜兰博士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请兰兰。欢迎。杜博士曾经入选过福布斯中国科技女性榜，是中国人工智能领域非常权威的这样的一个专家。我特别想从人工智能的领域范畴来聊一下元宇宙跟它的之间的这个关联，它到底是什么？其实元宇宙呢，它有6大的核心一个技术，叫做 Big Ant。B 就是 Blockchain， 就是区块链。I 呢就是 Interactive 交互技术，然后 G 呢就是 Game， 然后A 呢就是 AI 人工智能了。所以说人工智能实际上它是支持我们元宇宙进行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对，所以不管是现实世界中还是未来的虚幻世界中，它都需要人机交互，对吧？那么同样呢，在元宇宙里面，它会反哺我们现实中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获取能力，还有 AI 的互动学习的这些能力，它的成本是大大降低的。
就是咱们国家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就是在世界范畴里面到哪个地步了？2017年，国务院在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的人工智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这个进展所以这些进展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规划里面其实也明确的说了，在这个部分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我们是属于世界领先的位置，一个就是语音的识别，一个就是视觉的识别。那我们能不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感觉一下这个 AI 的交互？其实我今天是带来了很多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的一些应用和进展。过瘾了，最新的啊！我们看看，这个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媒体呢用了一个标题叫做“逆天了”来形容这样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机器人，参加了国家医师综合测试的笔试。满分是600分，及格分是360分，他考了456分。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呢？这些考生都是医生啊，还有工作了好几年的，他是大概是在前3.7的水平。哇！前3.7。对，他其实是读了53本医学著作，200万篇的这个医学论文，还有大量的实例，所以才具备这样一个能力。基本上可以诊断95%的常见病，包括现在各种传染病，大概44种啊，它都可以去。所以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知医助理呢，就拿来为普通的基层医生去赋能。我们看一看啊，这就是一个诊断的一个界面。当我们的这个患者和医生进行交互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麦克风，它就可以记录下患者的病史啊、症状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医生呢，他判断是心肌炎。但是我们看知医助理呢，在这个位置呢，他就跳出来一个弹框。推荐的诊断最有可能是甲亢。有不一样的意见。然后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看甲亢有哪些功能哈。老师，为什么这个凸眼和心悸它颜色不一样呢？对，这是因为刚才在病史的描述里写到了它有心悸、有凸眼，然后旁边这灰色的实际上是提醒你作为医生可以进一步问诊的一些问题然后来帮助你去判断。如果说你对这个疾病它的用药和这个检查不是很熟悉，它也可以给你推荐，比如说这个药它的详情是怎么样的啊，包括这些都有。你看这个大量的一些这个辅助的就特别好。对，如果医生呢对这样子的一个病还想看的更多，我们也有一个指南文献可以去看得到啊。你看这里面深度了解这个病的，对，病因病理啊，直接把文献调出来，症状的要点等等，这非常多，就是可以帮助他快速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些诊断。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医生他不服这个人工智能判的，他说我觉得我判的更对，那怎么办呢？对，关机。如果说这个医生他坚持自己的判断，他写了还是心肌炎，也提交以后呢，他就会上传到上一级的医疗系统。比如说在贵州大方的一个县医院，他可能对的是广州天河的一家3甲医院，然后由更高水平的医生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会诊，然后再给他提出一个这个建议。那么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呢，大概在全国现在是240多个县区都用了，已经在后台有2.9亿次的这个诊断其中也是帮这个基层的这个医生大概纠正了有90万次的一些诊断的一些病例。这个太好了，很多人他其实在县里面看病，他不愿意到这里看，然后他宁愿跑到长沙，我们就有个湘雅嘛，北协和南湘雅。它就造成了很大的这种拥堵，都去湘雅。对，其实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因为它的上级的上级很有可能就是对应的就是湘雅医院了，它其实就是医生远程给你进行一个问诊，而且大数据给你把它给统起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而且对于医疗的管理机构其实在一线的时候，它能接触到各种病例，可以看得到各种病，特别是传染病，它一旦有个流行的趋势，可以看到后台的一些决策的一些结果，可能做一个统计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科技会带来无限的这个想象和无限的可能。而且呢，这次新冠疫情其实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这个苦恼那么看到这个是7号的，然后8号的，这同一个人就是他在不同的时间，我们给他诊断出来的片子，看不太出来。
其实用肉眼来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系统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右下角的这个提示，可以看到它的病变组织占全肺体积减少的这个比例啊，然后各种细微的这个差别都可以去诊断出来。当时呢拿到了100多个阳性的病例，就很快做成了这个3秒钟就可以读片来判断新冠肺炎的这样的一个影像的一个技术。3秒钟就能看完整张片是吧？你要用人去看的话，1天才能够看多少片子呀？那这个效率就提高了好多，效率会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几乎不会出错。而且这次疫情，大家是不是有接到过一些电话，询问你有没有打疫苗，有没有做核酸检测、做排查？其实这个呢是我们的电话机器人给你打的。对，因为机器人它跟人相比啊，特别有优势，它1个小时可以拨打10万通电话。你看看，1个小时所以武汉当时3天排查了900万人，就是靠机器帮他一起去做的。叶老师频频点头啊。有点神奇的啊！其实 AI 会给我们很多的这些想象的空间啊。今天我看这个有特别多这个帅哥，我们也想让 AI 来鉴定一下你们的声音气质是怎么样的。声音气质，刚才是判断一下你们是哪个星球的人，接下来通过你们的声音来判断一下你们的气质。来，你们谁来体验一下？我们可以挑一句来说一下吧。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只有一句话。对对对，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气质看一看，你的声音气质。男。哎呦，他测出帅气小哥哥，小于35岁。哇，你的成语非常温暖深沉醇厚。所以我就会比较适合去唱陈奕迅老师的歌。你唱这些歌10年。哇，这个好有趣。我们有最全的声纹库啊，在这个里面根据你的声纹的特点来匹配大家熟悉的这个明星的这个声纹特点。我也好想体验一下。来，你体验一下，体验一下。我来一个激情昂扬的。我跟他要形成反差嘛，对不对？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你这有点像鲁智深呐，鲁智深呐。牧童遥指鲁智深是吧？鲁智深。希望还是在35岁以内吧。也是帅气小哥哥。哎，你也和陈奕迅没有错，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声线，被他发现了。我伪装了之后，他还是能够发现我的。那咱俩合唱一下。对。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我们俩的声音真的有点像，特别和谐。我听到很贴啊，我都分不清是我的声音还是他的声音。很贴啊，很贴啊。今天我们测试的时候，有个人很像阿信。对，我像阿信。要不要你来试试？我来像阿信。真的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好嘞，让我们掌声有请。有请。哇，有力度，激情又温柔。恋爱 ING。大家好，我是阿迅。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恋爱 ING，Happy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都心跳到不行。我跟你说，他的头号粉丝就坐在台下说，一点都不像。是谁啊？没有关系，勇敢的喊出来吧。我是阿信。哎，这个年轻人得有多喜欢啊！对，这太有意思了，这个。这就很好奇啊，就能找到自己去唱歌的时候适合唱谁的歌。对，真的是这个是。
我们看一看，今天还请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哇，这非常神秘。先揭开他的面纱。神秘面纱。哎呦，哎呦！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今天还请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哎呦，可以，不用找。祝子杰特别傻的跟我说，呵呵，我可以耶。那你会说湖南话不？不会干杂说佛啊。你好巧啊，好巧啊！我才不丑呢，等我。生气了，生气了，他会跳出来打你的。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人类？最后，在这一点上还是。哇！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原味原香绿色长康，长康纯芝麻油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我们看一看，今天还请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哇，这非常神秘。先揭开他的面纱。神秘面纱。哎呦，哎呦！哎呦！吓一跳。Hello， 爱佳，爱佳。Hello， 爱佳来啦。爱佳，很高兴见到你啊，爱佳。Hello， 小可爱，爱佳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啦。爱佳，你会说湖南话吗？不会干杂说佛啊。不会干杂说佛。Oh my god！ 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虚拟人啊，他不但会说普通话，还会说方言，比如说我们的长沙话、东北话、粤语等等。爱佳，爱佳，你会说四川话？我会说四川话噻。哦呦，真的有点凶，有点凶。哇！爱佳，你长得好漂亮啊！谢谢你的夸奖，爱佳会继续努力再努力的。他刚刚还笑了嘞。对，他真的是有表情。刚刚夸她漂亮的时候，她很开心。她这个，你试试夸她不好看怎么样？我夸她不好看，他会跳出来打你的。爱佳，你好巧啊！我才不丑呢，等我长大了就好看了。他刚刚挥手，生气了，他想要打人的呢。生气了，生气了，已经生气了，嘴角向下。他的眼睛刚刚也感觉有点不开心了，有点委屈。嘴巴的那个嘴型在变。韩哥他还能唱会跳，他真的会跳舞啊！会跳，对，还有才艺。爱佳，你跳个舞吧。准备好了吗？哇，准备好了吗？哇！我戒不掉你，像戒不掉呼吸，很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这寂静星系，浪漫是你。哇，可以啊！祝子杰特别傻的跟我说，呵呵，我可以耶。可以啊！什么？咱4个跳的还没他好，真的。爱佳，你会唱《天天向上》的主题曲吗？我们天天向上，打着光，天天向上，乘风破浪，一起往。音高还有点高，还跟不上。大声唱。哇！哎，我们在树玉那里看到，它可以呈现一个3D，未来应该也是可以啊。空气屏，就空气屏应该也可以。在这儿。哦，它会走出来。它这个声音是模拟的还是录制的呀？这个是我们机器合成的声音。哦，哇，机器合成，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采集，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声音采集的。哇，它跟语音助手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语音助手它很多时候是藏在背后的一个声音，是吧？但是这个呢，它已经是用视频的形式来出现了，而且呢，它的这种3D 的效果更加的栩栩如生。你们也注意到了哈，就是我们如果说让他说什么话的话，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啊、唇形啊，都会和他说的这个语言相匹配的，特别真实。我们刚刚测试的都是中文，其实它英语也是可以匹配的。未来大家如果到冬奥会去那个北京小屋看到我们的那个
个虚拟人，他会说6种语言啊，中文、英文、日文、法语、西班牙语、俄罗斯语等等。那么他都是会和他的面部表情和唇形相匹配，所以这个呢就非常的这种生动了。哇，好厉害！所以你看啊，你千万不要小看刚才杜博士让这个柱子说哀佳你长得不好看，他那个回答的过程当中，声音是有情绪的。是。我才不丑呢，等我长大了就好看了。哼。他现在通过计算，他的声音能够表达出情绪来，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一步。对，这个就难了。对。所以他能够感知到你问话者的这种情绪，然后他用他的这种情绪来进行表达，这已经进行了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技术的跨越。其实关于人工智能，大家有很多畅想啊，一直有一个热议，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人类？最后。就是大家都把人工智能想象的像科幻片里一样，对吧？其实多久实现不管，是不是能落地不管，但实际上呢，其实我们今天的机器的学习，它还是建立在像深度学习网络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然后通过学习大量的这个人类专家的这个能力，然后来给普通人去赋能。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弱人工智能的阶段。比如说下围棋的这个机器人，它不会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呢，它难有这种跨领域的这种解决的能力。比较单一，而且它也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情感啊，还有也不会有人类的同理心。而未来大家看到的那些是强人工智能，实际上是机器具有自学习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在不断的去突破和研究的一些无人区。其实之前我很多朋友也会担心这个问题嘛，就会跟我聊天说，人工智能最终会不会取代人类？但是其实我之前记得在书上看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就是人类拥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能把不存在的东西想象出来，并且把它诞生。所以我觉得咱们人工智能在我们可视的范围以内，它能做到这种从0到1的这种转变吗？其实我们现在看人工智能，它发展是有几个阶段的。第一个呢是运算智能，就是能存会算的能力，在这个点上，机器人比人要强很多，对吧？第二个是感知智能，就是我们能听会说、能看会认、能走会跑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在这个领域呢，如果说它是一个结构化的一个环境，就是这个规范可以非常标准的话，机器在部分领域做的也是比人要强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无人驾驶啊，那些汽车，在中国的高速公路上，它可能是非常正常的去行驶，但是一旦来到农村的土路上，这种非结构化的环境，它可能也非常难跑得非常好，是吧？所以在这个感知智能是部分超越人类了。那么第3个阶段实际上是认知智能，就是能理解、会思考的能力了。在这一点上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难以去超越人类的，这也是我们需要去突破的。我想这也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科学家这么多博士，这么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的要去突破它，每往前进一步，你就觉得你离你自己的那个星空又更近了一步。这种迷人的光芒永远是牵引着人类不断向前探索和进步的一种原动力啊！未来人工智能到底会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想2个字：期待。对，期待。对未来我们就是一种期待啊！我们特别谢谢杜兰博士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呈现，再次谢谢您，谢谢。我觉得我们今天啊，这个是无比的开心啊！各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我们心中元宇宙的一些疑惑，每个人就是听完之后会不会有所不一样的感觉？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哇，你还会思考问题？我真的，哎呀，今天我终于开窍了。我刚刚一直在想，你说我们元宇宙这个东西，人类最开始不是想去追求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吗？外太空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现在说了元宇宙，都是往下看。我低着头去看，去弄我的 VR 眼镜，去看我的手机，看我的这种屏幕里的增强现实的一些东西，会不会阻碍人类去原本探索那个真实的宇宙的心？哎呀，你看姚老师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了，姚老师看着你的背影，眼睛都发光了。啊，这是我这辈子说出来的我自己都没想明白的话啊！来，盛恒，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科技改变生活，第二感受就是未来真的触手可及。这些东西都是我小时候看那些书啊，或者写那个想象作文啊，然后做梦啊才会想到的东西，就摆在眼前，
太神奇了，就离你这么近，就是对，我觉得跟我刚开始说的有一点像吧，就是给我们的生活现在带来了很多便利，你像汽车啊、医疗啊，这些都是给我们现在生活带来的便利。对，燕琪，绝对的自由一定是自律，就是可能我们会担心说，我们会不会沉浸到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去？但是我相信一定还是会产生很多自律的人，像赵老师这样的人，他会把虚拟世界的东西再带回现实，去完成我们现实世界的建设。也就像姚老师说的，可能我们人类最后还是会去探求星辰和大海。对，我想每一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在面对元宇宙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思虑，都会有自己的见解。元宇宙最开始是人类想象出来的，人不会想象要僵化，只会想象要退化，只有想象和实干加在一起，人类才会进化。元宇宙的向前发展一定要有原动力，元宇宙发展的原动力就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期待那些了不起的科学家，那些了不起的发明家，那些执着的科技工作者，在自己的领域保有原动力，追寻元宇宙，让元宇宙把我们的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我想这才是元宇宙真正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要低头来思考元宇宙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更要抬头去追寻星辰大海给我们人类带来璀璨的光芒。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长康纯芝麻油，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原味原香绿色长康，长康纯芝麻油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他用一生丈量了珠峰和人类的距离。有脚的人，他体会不到没有脚的人的这个感受啊！我邀请大家去认识这位我心中的偶像。即便是穿着假肢去攀登，我也觉得我可以。人生不怕晚，就看敢不敢。69岁的老人带着这样一双腿，荣获世界体坛最高荣誉的中国人。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几天，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要为我的梦想去奋斗一天，拼搏一天。其实就在去年呢，我们公布了珠穆朗玛峰的最新高度啊，就是8848.86米，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测量定度最高的一次珠峰。有人经常说这个珠峰它一直在长个子，这个相隔15年，您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每一个登山人都需要负重15到20公斤，这么大，这是一个人的吗？对，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装备。我平时在学校里的话，上下楼梯负重20斤，负重20斤。啊，你是不是生下来就不知道城市里面有一个交通工具叫电梯，对不对？纯阴之心，志在高远。把体育作为提升国民气节的一种方式。我们北大从1990年开始，就每年都会攀登一座雪山。相应社的全体的队员全部登顶。加油啊！加油，找到很精准位置。哇，全凭手的力量，这个就是臂力。哎，妍希怎么往下回来了？腿发力，站起来。我其实有在发力，你相信我在发力吗？下周日晚，向上的力量。谢谢，我们感谢我们的独家冠名商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各位，我们下周日晚10点与您不见不散，拜拜。